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2部的11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大家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一话讲到约尔召唤出山鹰将的本体对付优子，看优子那惊慌的表情我还以为约尔有什么妙计。结果呢，就是山鹰将已经下定决心了，要自己解决霸凌的问题。优子呢，当然是不想让山鹰将惹上命案只能极力劝阻。山鹰将这边的态度也是十分的坚决，他向约尔问起要怎么使用制作武器的能力后者一副很瞧不起人的样子说道：“哎呀，只要抓着自己的东西，然后喊出名字就行了。”我一看这个能力怎么听着那么像灵番队的那个和尚但是约尔又提到，你用这种烂大街的东西是变不出什么厉害的武器啦。接着就看山鹰将抓住了自己的衣服，然后用力拉扯，脸上露出了十分痛苦的表情。真名解放，制服强剑。就在一阵风声过后且不谈山鹰将变的这个剑，估计在那种异世界的作品里，连吉祥物角色都不想用这种奇葩造型的武器吧。再说山鹰将这个清凉的造型，怎么说呢？有种我在 GM 天堂看见了八流花的啪嗒啪嗒的感觉总的来说呢，就是心如止水，毫无波澜。回到正题山鹰将有些狼狈的让优子闪开，那自己要亲自去砍人了。优子呢，则还在给山鹰将解释自己呢其实是想要通过杀鸡儆猴这种方法，彻底消除全日本的霸凌行为我都想笑了，你以为你是狮子神以暴制暴是吧？结果优子一副完全自我陶醉的样子说道：“我要成为正义的象征，要成为像电锯人一样的存在山鹰将都听懵逼了你在说什么呀？你这种杀人犯的行为跟电锯人有个毛的关系约尔这边呢，也察觉到了优子的思维好像有一些离谱。当他问起优子是以什么为代价和正义之恶魔签订了契约，结果优子表示：“代价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舍弃我全部都是白嫖来的我不仅获得了力量还得到了一颗闪耀的正义之心山鹰将已经是彻底听麻了。优子这里说的话简直是莫名其妙嘛，完全就不符合以前和恶魔签订契约时的设定我现在高度怀疑和优子还有以前那个班长签订契约的，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正义之恶魔，毕竟他到现在本体还没露过脸嘛，说不定是什么类似于梅菲斯特这种欺诈式的恶魔在蛊惑人类优子呢也不想再和山鹰将废话了，他准备去继续追杀了最后一个女生。山鹰将鼓起勇气表示必须阻止优子：“对不住啦，优子，我现在只能先砍断你的腿喽。”结果呢，就只听啪叽一声，毫无战斗经验的山鹰将连剑都拿不稳，被优子用鱼刺轻轻的一扫就给打飞了。约尔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了，无情的吐槽山鹰将：“哎呀，你真的太垃圾了。”优子此时有些不耐烦的说道：“差不多得了吧，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这一瞬间空气好像静止了，优子像是一条鱿鱼一样被无形的剑气切割成了无数的肉块，紧随其后的就是体内压强炸裂的声音。山鹰将瞬间就被阿树糊了一脸他最喜欢的九转大肠约尔和山鹰将两个人都感到相当的吃惊我操，没想到这个什么什么剑居然这么牛皮，还有延迟伤害的。约尔很好奇山鹰将怎么随便搞了个武器出来就比自己变得还要厉害结果山鹰将说到，这套化为大剑的制服是母亲生前买给自己的礼物。看来在山鹰将心目中越为重要的物品变成了武器也就越强山鹰将看着这一地的肉块，他又想起了当初压死烧鸡时的场景眼看优子的头还在那儿呻吟，山鹰将赶忙上去祈求道：“优子求求你不要死但是优子的情况似乎已经回天乏术了。就在山鹰将以为自己又一次葬送了别人的生命时，一个妹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旁边。她询问山鹰将要不要我救她呀？
山鹰将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那个妹子再次问道：“要救他的话是有代价的，不过你到底要不要救啊？”山鹰将这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刚说完啊，这个妹子就走到了山鹰将的面前，眼神非常空灵地盯着山鹰将说道：“没问题的，既然是妹妹的请求，我会答应你的。” What the fuck！ 你开的什么玩笑啊？山鹰将巡视，我也没有姐姐啊！难道这个女生是月儿的姐姐吗？再看她的那双眼睛啊，是马奇马家族祖传的轮回眼啊！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猜测了，这个妹子啊，难道就是传说中四骑士里继征服还有战争过后，饥荒和死亡的其中一位吗？不过我想说的是啊，你们真的是太年轻了。你们看这个妹子的脸上有好多的痣啊，再看这些痣的排列，是不是非常的眼熟啊？没有错啊，这个妹子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撒旦之子奥村雪兰酱啊！哈哈哈哈。好了，说到最后啊，发生了这种意外灾害，恶魔猎人们呢也是终于赶到了学校啊。就在他们向学生询问恶魔的所在之时，一声巨响啊，突然划破了天空。游子那巨大的头颅啊，在数条鱼刺的包裹下，将教学楼彻底的给摧毁了。故事到这里呢，也戛然而止。看来游子呢是彻底失控，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不过这一话看下来，我最大的观感还是山鹰将就读的这所小小的高中里啊，居然云集了这么多的高手，什么电锯人啊、章鱼哥啊、四骑士之类的。我建议啊，你们学校以后干脆就改名叫做卧龙高中吧。本话结束。